大家好，我是何东。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一会儿打仗，一会儿贸易战。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有点磨损了，想买一副新的，碰上了加关税，也没舍得买。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了，小某书也看不懂，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不太像真的生活。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你懂吗？我是不会被荼毒的，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 啊，刷起来也费劲，得配合着读屏软件，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戳穿了一切。刷到过那种文案吗？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读到本质了，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啊，非常无情啊，没有 IP， 没有品牌故事。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拉布布叫呲牙兔，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你才看得见。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一进电梯就来了，找工作跟老板谈，跟老板谈，跟老板谈。牙线是谁的妈妈，谁的妈妈，谁的妈妈。摔跤，摔跤，老摔跤，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那稳稳鞋。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我一出门就是摔跤，摔跤，摔跤。我一到家还是摔跤，摔跤，摔。我心想，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孩子摔跤老不好，多半问题在小脑。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我爱你呀，你爱我。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我在那洗碗呢，洗着好好的，突然就来了，我爱你呀，你爱我。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你洗个碗，你乐啥呢？你乐是吧？你爱吗？你爱洗碗吗？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你不就是？就那么几首儿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一点创意都没有，但真的听得进去。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插队，别插队。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哎，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你唱你的歌就完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没人管。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过年外卖都点不着，只能自己做饭，吃完收拾在那洗碗。洗着洗着他就来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原生家庭可以不要，思想钢印你抹不掉，是吧？信息太爆炸了，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不用听废话，是吧？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怎么了？盲人不能观察啊？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
但凡有效的信息，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从中国到世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东航伴你筑梦起航，共赴美好。这段话就没有手语。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嘎嘎嘎，他也知道什么重要。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救聋人。一看见出来比划了，哎呦，保命的知识来了。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你们根本不知道，对吧？真要出事了，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要死了怎么办呢？啊妈，写遗书吧，对吧？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在那唱歌，不结婚不生孩子，往以后怎么办？只有两个聋人，无比镇定，一声不吭，在那聊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你不要紧张。刚才片子我看了，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你跟我走。但只有2个，不要声张。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聋人只听干货，普通人玩手机，我就坐那硬听。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不用看，不会死人的。钉钉飞书不用看，不会死人的。刚才这句就是干货。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你们看吧。哎，我怎么说呢？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是吧？我喜欢直接的。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打车打车，出租车正规出租车，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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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80多个城，只有一个例外，宁波。黑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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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第一次碰到，真的大为震撼。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跟他走。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真诚。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对吧？别那个什么，我爱你，什么甜蜜蜜，你就说柠檬水4块。如果你要隔夜的话，只要3块。哎，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个体户不叫个体户，叫主理人。人来疯不叫人来疯，叫 ESGP。啊，也有叫邓超的了，是吧？还有那些喜剧综艺，嘴上说着要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它就是广告。啊，被资本做局了，朋友们。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就混口饭吃啊？哇，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就是混饭的艺术。啊，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是吧？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要表达，要好笑，要观点，要输出。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我说啊，我干了4年了，越来越看不懂了，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读屏软件说，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哎，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这个世界他最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我今天讲什么东西，你们很快就会忘记。
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没人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黑灯。是一个盲人啊。你们能理解这种状态吗？盲人能看到一点点是个什么状态？就是出门问题不是太大，但是能办到残疾证，就瞎的刚刚好，理解吗？然后其实是小时候是可以的，到大学毕业那一年啊，视力从0.6掉到0.2，就1年时间，歘，那么一下就掉下来了，降得太快了，不太能接受，有那种病耻感。你们听过这个词吗？就觉得生病很羞耻，就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有病，就在那演了好多年。后来回想起来就发现愚蠢，都看出来了。大概还能看到一些轮廓，像那个电梯按钮是能看到的，上面的字看不清楚，要看清楚要凑很近，要这么看。所以那会儿坐电梯是个什么状态呢？就电梯来了，门一开，里面如果没人的话，我就自己找。我说6楼，6楼，6楼，有人在里面你就不可能这么找了，对吧？有点变态了，对吧？有人怎么办呢？换个策略，赌一把。就赌这么多人里面至少有1个人会和我同一层下，那个电梯越升越高，赌注越加越大，有好几回一直坐到了顶楼，就我和另外一个女生。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电梯里恐怖的氛围，人女生坐的电梯好好的，进门一开，进来个男的往她旁边一站，啊，也没有去按那个按钮，就往那一站，戴个墨镜，弄个爆炸头，就往那一站，手机都不玩。一直坐到顶楼，门开的一瞬间，人姑娘是发射出去。等到他门关起来之后，我说6楼，6楼，6楼，愚蠢啊！监控都给你拍进去了，人家拿这个录像去报警，一抓一个准。不想让人家看出来你瞎了，演个变态。到0.2之后呢，降的就很慢了。今天跟昨天没有区别。跟1个月前可能也没有区别，但你知道它在下降，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东西看不到了。隔了半年去广州，发现那个广州塔看不到。你站这个珠江斜对面，人一下就崩溃了，说怎么广州塔看不到？旁边一个大爷说今天没开灯。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出来弄你一下，你就崩溃了。你以为越过这个山丘就好了？不会的，越过山丘还是山丘，一丘接一丘，人生短短，到底几个丘？但从这个情绪里面走出来之后，你才发现那些没有杀死你的，真的会让你歇2天再来杀你。一上高铁发现座位号看不见了，就那个数字看不清了，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在那想。今天演个啥呢？演一个无座。演技也很拙劣，因为车厢里到处都是空座。我就拖着我的行李箱站在2节车厢连接处，心想是赶紧到站吧，我不想坐了，赶紧让我走。越想走越走不掉，因为都是空座，你站那就已经很可疑了。路过一个列车员就要查我的票，路过卖盒饭的都要查我的票，是吧？把票给他一看，他说你还有2个多小时呢，你站着干啥？我说要你管，老子抽根烟。哇，他说500到2000。然后慢慢摸索之后呢，时间长了之后也学会坐高铁了，现在很优雅，我都不排队，跟在最后。进去之后手机掏出来，照着行李架的方向大概拍一张，然后放大了看，1或者是15。然后2、3、4这么数过去就好了啊，学会了吗？这里一个知识点，重点记一下哈，只能从车尾方向那个门进去，不能从车头方向那个门进去一拍，一车人盯着你看，土鳖没坐过高铁。这都是后来发现的，不用装，因为你装着装着就把自己装进去了，哇，又麻烦别人又麻烦自己。你不装的话，只麻烦别人就好了呀。跟人家求助嘛，你看现在坐电梯啊，我就跟人家求助。有人的话，你想想看，他按完按钮大概就靠那门边站着，你跟他说就好了。你说不好意思，我看不太清楚，帮我按一下6楼，谢谢。
后来看不清楚我都不说了，我说6楼。因为大多数人啊，听你说看不清楚，他第一个反应啊，说那墨镜倒是摘了呀。我讲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何登。今天讲一讲这个疾病哈。我这个眼睛是得了一种罕见病啊，叫青少年黄斑变性。这也是我来讲脱口秀最初的初衷，就是想找找我的病友，然后上了一个脱口秀的综艺，效果也很明显。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个盲人，没人记得这个病，我觉得那个节目不太行，所以今年换了个节目。今年完了，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再换一个节目去新说唱。我这个形象都不用换的罕见病啊，之前还去参加过一个会，叫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你听这个名字啊，又高端又惨，什么怪病都有，罕见病巅峰对决，有各种各样的，有拄着拐进来的，还有轮椅摇进来的啊。有个大哥最夸张，轮椅都坐不住，还专门有个人扶着。我心想，大哥都这样了，要不然就别来开会了吧？那就是我见过最爱开会的人。我说你要不老这么跑到处开会，会不会都已经好了都？我给你推荐个软件，叫爱奇艺会议。我这个病显得就有点太轻了，你们理解吗？脱口秀还能比个2轮，那个大会海选就淘汰了。别人过来安慰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接。有个大哥说：“你啊，你就是看不见啊，起码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怎么接呢？有个大姐说：“她可不能骑马，她骑马就会有生命危险。”我说谐音梗就能接，原来。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可以开玩笑，那个地方应该是中国，地域笑话浓度最高的地方。地狱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有个笑话我没憋住，我觉得这个眼睛一辈子都不可能治好了。跟大姐聊了2句，发现老乡我说加个微信吧，保持联系，过年回家请你吃饭。大姐说你现在就请，到过年不一定还能看到我。我说不好意思，不知道这么严重。大姐说不是，我是怕你那个太严重了，是吧？就在那个地方，我这个病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但在生活中就受到了很多这种格外的重视。去年有一回，在重庆坐飞机，送我去大哥，开错航站楼了。他也不瞎他就是脑子不太行。那开着车，你跟他聊2句的，就错过一个路口。到那时候发现错了，我说完了，肯定赶不上了。大哥还安慰我：“你放心，我们重庆有小飞侠，可以直接把迟到的乘客一直送到登机口。”我说就20分钟了，还得开过去，一会儿还得安检。小飞这回得来个小叮当才能赶上。掏出任意门一开，哇，直接进机舱了。大哥说：“你都有任意门了，你另头开在上海不就完了？”又错过一个路口。我说：“你要是个哑巴，这会儿我已经到上海了。”到那登机口的时候只剩5分钟了，然后到那柜台值机柜台只剩5分钟了，工作人员很生气，说怎么这会儿才来，现在来肯定赶不上了呀。我刚想解释，大哥说他是个盲人，那工作人员一下就紧张了。你们见过人死机吗？不是那种卡住不动的死机，是中毒了疯狂弹窗那种死机。盲人，你就知道他应该有一条标准的流程，但是他没怎么用过。开始在那抓耳挠腮，想说我这个腮去哪儿了呢？后来想了半天，抄起电话打电话，那个登机口来个人，这里有个盲人，赶紧接过去，咔就挂了。他咔那么一下，我就知道老子成功登机。后来把这个事情讲给朋友听朋友说：“那你这不算是钻空子吗？”我说：“你怎么不钻呢？空子不就在那儿吗？就。”你是没看见吗？再说我也不钻空子，我这不掉空子里了吗？还有一次也是类似这种情况，还是在机场安检排队，人太多了，我挑了半天挑了个最少的队
啊，拍过去。有工作人员先生，对不起，这里是老弱病残通道。我心想，那不就是我的通道？歪打正着，哇！我说我是个盲人，他愣住了。我知道他大概死机了。他愣了得一秒多钟，他说盲，那你把你那个登记牌给我看一下。我心想，不是应该看我的残疾证吗？没有怀疑我的视力，怀疑我的消费能力。查登机牌干嘛？坐飞机还能逃票呢，还能排上了。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走老弱病残通道。那天学会一个道理：为什么老弱病残专门要一个通道？因为他们真的太慢了。我以为钻了个空子，结果被空子硬控了20分钟。所以最后啊，呼吁残障的朋友们多出门，不要因为1、2次麻烦就害怕就放弃了，要多出门。你多出门，多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才能少死机。我讲到这，谢谢大家，我是何东，谢谢。嗨，大家好，我是何东。我有点上当了。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付航的稿子一般，残疾人都骗哈。最近啊一直在巡演，全国各地到处走，一个人就可以，带个箱子，装衣服是其次，主要是探路，能理解吗？就把它推在前面，你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哎呦小心有东西啊，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嘛，你先去死吧。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只能侧着推，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对不对？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疼痛让人思考。我从那天开始想，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婴儿车。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你要推个空车的话，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对吧？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不行，更变态。还是买了一个啊，刚需是吧？你得用啊，对吧？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觉得有病啊什么的，不会的，人家觉得很正常，这有啥的？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当时还接了个活儿，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我说愿意 ，OK，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这个活儿太好了，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你们可能不知道，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动了邪念了。我说黑灯大胆一点，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边界在哪里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对不对？不对，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不对，捯饬啥呀？没人看你呀。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不穿都合适。那个老师约好了，说到校门口来接我，华东师范大学。一到校门口是吧，没人，我们残疾人也骗是吧？打电话，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我说我在左边。他说那你到右边来，我在右边等你。我就有点生气了，你知道我是盲人，你不来找我，你让我去，我没有发作，强忍着怒火，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到右边发现要死了，他也是个盲人。是我想当然了，他比我还严重一些，我还能看到一点，他一点都看不见，对吧？但是他有个盲杖，
就自己这么敲，一边敲，哒哒哒哒哒，走得飞快。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你就那么忙啊你？哎，他真的，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盲人博尔特，还没穿丝袜那种。哎，但是，怎么说呢？华师大上课嘛，老师怕他出事儿什么的，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画蛇添足，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如果没有他，就我俩一碰面，他说：“哎，黑灯老师，我也不装了，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其实老子会飞。”江南七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到了教室之后，有20多个学生，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分2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就贴得很近，写得很慢，啊，也很厉害。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是吧？600多分，200分是闻出来的。啊，学数学、学法学，什么专业都有。另外一种呢，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没什么视力了。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就2种，第一种是按摩推拿，没想到吧？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一摸，椎间盘突出。你说你要按摩推拿，你上大学干啥？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你推7年了，推成大拿了都已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学校很好，中央音乐学院，啊，音乐表演专业啊 ，Excel 表格很窄，音乐表都没写完整。我好奇是什么表，一拉开二胡。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我都扇自己。我说你刚才到底在期待什么？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他就大概想一想，一个人瞎了能干啥？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推拿、算命、拉二胡。啊，不是没有思考，对吧？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你来学，对不对？推拿、二胡，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大哥？他们完全不了解，是吧？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啊，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一次讲到这儿，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他说：“那我们学的专业，我们也不喜欢。”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我太狭隘了。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人家只会告诉你，你该咋，对不对？你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是吧？从小就要学，是吧？什么算，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你才会知道走错了。那真是个噩耗，是吧？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对吧？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我说我分享就到这儿吧，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哎，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
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啊，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呀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没有，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嘚瑟，哎，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 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做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做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就电光火石那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是吧？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你做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啊，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是吧？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到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他就应该坐在地上呀。哦，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掰头，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做我的 D。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做个 C 没问题。我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做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我说 A 怎么也能做？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哎，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一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啊，让残疾人看行李。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吧？他偷了他拿不走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
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对吧？你说微信群里面的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还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往前。好。嗨，大家好，我是柯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啊，我选这个有点疯癫了，因为我就是最看不穿的那个。主要是靠听来获取资讯啊，听得有点疯癫了，啊，因为没法选择，你能理解吗？看的话，你有个眼皮不想看，你闭上；这没有耳皮就闭不起来。什么来了都得听着，是吧？我现在一出门就觉得太吵了，有时候一进商场脑子就炸了。A35 A35 A35， 外婆叫你回家吃饭啦。这是你们听到的。我这个耳朵楼上楼下好几层都能听到，就是 A35 B21， 外婆太23，鱼叫你回家，外婆太2了。全是这些东西，对吧？你耳朵里听了全是垃圾信息之后，你这个脑子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思考的。我就会想，谁家外婆会这么叫呢？给孙子编号，都编到35了。到底生了多少个？生多了确实费劲，要编号，对吧？当年朱元璋要是学会这套，就不用那么费劲了，给后代起名还造字，金木水火土，太费劲了，编号呀。生下来第一个朱 A1， 朱 A2， 朱 A3， 哇，孙子就是朱 B1， 朱 B2， 往后编。到时候什么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攻打朱允炆，那就不是什么那个，就是朱 A4。暴打朱 B1。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我都能想到那个画面，郑和站在那个船头说：“朱 B1， 朱 B1， 你四叔叫你回家吃饭啦。”地铁上也很吵，地铁的扶梯有那种感应广播，站上去一个人就播一遍。乘坐扶梯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不要玩手机，文明乘坐电梯。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行动不便的旅客，请走无障碍电梯。你去看吧，大部分人一站上去，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掏手机，起不到任何提醒的作用。推婴儿车的旅客听到这句，你都做到一半了。你说这个妈妈要是100%遵纪守法，她怎么办？她说，要不然把车扔掉还是？婴儿说：“你傻呀，你拉呀，推不让，拉可以呀。”行动不便的旅客瘸着个腿，好不容易走到这儿，说不让座啊。我觉得他设计的时候根本就考虑到没有人会听的，他觉得没有人会听，他就开始胡说八道，是吧？上海地铁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愚蠢的广播，人民广场共有19个出入口。
16号口通往叮咚买菜，谁要去那儿买菜？他不是把菜送到家门口吗？你哪怕说去刘娟美甲美睫沙龙，我还能理解。听出来了吗？已经疯了，根本不在乎上海以外的观众了。我去过好多城市啊，30多个城市坐过地铁。最聒噪的地铁，你们知道在哪儿吗？南京。每到一站，换一批不同的角色，每人出来提醒你一句不同的内容。省中医院提醒你，省知识产权局提醒你，省药监局提醒你，连个野生动物王国还要出来提醒你。最搞笑的就是药监局，省药监局提醒你严格药品监管，守护百姓健康。我说这不是百姓提醒你的话吗？这不是。车门一关上，车刚开出去，前方到站新街口车站，进站时请先下后上，有序乘车。你提醒谁呢？有序先下后上，你提醒等车的人家呀。老子都上来了，你叫我先下后。提醒什么呢？提醒一会儿到站了，门一开，如果要先上，你就抽他。你先下后上，你别怂，你就抽他。地铁判官培训班。某某某品牌眼镜提醒你，乘坐地铁请站稳扶好。谁不知道呢？我好不容易早一坐，他提醒我站稳扶好。就盲人全神贯注在那听广播，生怕坐过站。他会不会就是只是提醒盲人？他觉得盲人不知道要站稳扶好。他是不是觉得门一关，盲人开始翻跟头了？开始。难怪还有一条禁止乞讨，那一看来也是点我。我讲到这，谢谢大家。哎，大家好，我是黑灯。很高兴啊，比到半决赛了，其实已经非常满意了。决不决赛的其实都无所谓啊，大家根据自己喜好投票哈，就是喜欢谁就投给谁，帮他晋级啊。但是投给我呢，还能额外再攒一份功德。投完这票，你2024年助残 KPI 都完成了。下次在地铁口碰到这要饭的，你就理直气壮，你说去你的！老子给黑灯投过票。屏幕前的也可以参与啊，把黑灯冠军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2013年啊，去了一趟西藏，啊，当时就觉得视力在逐渐下降，我说要不然趁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赶紧去看看，对吧？当时呢，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户外用品店，黄了。把店就关了，分了分，我分到了1万块钱和66双登山鞋。我说就这1万块钱，我就花了它，开心开心，随便花，家里人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了，我都瞎了，我花你们点钱怎么了？冲动嘛，青春就是燃烧一把。背了个包就上火车了，从无锡上的车坐到拉萨，48小时硬座，坐到青海人就不行了，腰要断了，后半段就是硬座。坐一会儿，在凳子上这么跪一会儿，在那扭。火车上睡觉还感冒了，下车之后去住宿，一进那个青旅，我就知道来对了，符合了你对西藏所有的幻想，什么神秘的雪域高原一模一样，就汇聚了全国的傻缺文艺青年，非要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都震惊了。我说杀人就这么唱也太狂野了。我就跟他们去唱歌喝酒，那老板也很热情，说今天酒我请客，随便喝不要钱。我说这种人都能开店，我的店怎么就开黄了？我喝，哇！我让他知道社会多么险恶。我喝到他起舞弄清影，我喝死在人间吧他。喝酒唱歌搞到凌晨2点多，回去躺到床上就发现不对，发烧了。多少度我是不知道，但脉搏数了140几。要这么烧下去，当天晚上青春就烧完了，吃不消啊！谁能这么燃呢？哇！想办法赶紧爬起来，物理降温，
我去洗了个冷水澡，3分钟之后又复燃了，坚持到天亮，赶紧去医院。大夫其实一看差不多就懂了，典型的高反症状。但是他还很谨慎，还详细的问我说：“你感冒了？我听你声音。”我说：“对的。”他说：“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10点钟才下火车。”他说：“喝酒了没？”我说：“喝了。”他说：“洗澡？”我说：“也洗过了。”他说：“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你后悔了是不是？突然不想死了？你要这么玩，那不就自杀吗？那不就是？上高原3大禁忌，千万不能感冒，1星期之内不能喝酒，不能洗澡。我不到4个钟头就干完了。”他又给我又是挂盐水，又是吸氧气，我那趟总共玩了不到6000块钱，看病这么一下，氧气什么1500。你吸上之后头就不疼了，烧也退下去了。回去之后，青旅的人一天没见到我，说你白天干什么去了？神神秘秘的一个人。我说神什么？我差点死了，高反了，挂盐水1500，捡回1条命，是吧？他们说贵了，贵了就是我这条命1500都不值。人家自驾撞死一头牦牛赔了8000。他说你不懂，拉萨街上走几百米就有一个岗亭，里面都备着氧气瓶的，你随便溜达就行。看一岗亭，咔往那地上一躺，没有3秒钟，里面工作人员抱着氧气瓶冲出来，摁在你脸上吸，那个1毛钱都不要。我说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还能这么玩，果然是万能青年旅店。住过吗？青旅，上下铺那种，6人间、8人间，对吧？我住了个28人间。28人间什么概念呢？不太像人间了都，住的都是妖魔鬼怪，那种最异的异人。跑到我跟前第一句话，哎，来了。我说他谁呀？这是。后来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打招呼的，哎，来了，怎么来的？你俩怎么来的？2个小姑娘说，我们从成都走过来的。那大哥愣了一下，我就知道了，艺人只有神经病能治。走了3个月，2个小姑娘晒得没有人样了。为了防紫外线嘛，戴个墨镜，最后就2个眼睛是白的。你不看那个照片不仔细，你还以为大熊猫底片吗？这是。一个50多岁大哥说，从云南骑自行车骑到拉萨，28大杠。他为了省点钱，自己带个帐篷，天天在国道旁边扎营。50多岁的人了，中二到什么程度呢？他骑到半路，也不知道听说哪儿地震了，热血一上头，把帐篷捐了。后半段大哥就不露营了，就是露。骑到天黑，把车往旁边停，自己直接躺在地上。我说真仗义，八方有难一方支援。我都心疼大哥，我说躺地上不冷吗？你盖个自行车吗？你倒是。我在旁边听他们聊，我都不好意思插嘴，因为我毕竟是坐火车去的。后来听到一个大姐，他们还问我说那个，哎，你怎么一直不说话？你怎么来的？我说你要问的话呢，我算是跪过来的。他们说这个是信仰的力量。后来是听到一个大姐，她说她是坐飞机过去的。我感觉刚才我还跪在那儿呢，噌一下就站起来了。她把狗也带上了。她说出去玩10几天，把狗关在家里，狗肯定会抑郁的。一个快乐小狗活着要是不快乐，那和做人还有什么区别？打个包把狗托运了过去，同一趟飞机一下来之后，连人带狗一起高反了。我也是那天才知道，哦，狗也会高反。他在机场里面买了个一次性的氧气瓶，就这么人一口狗一口，人一口狗一口啊，勉强保住2条命，一条是狗命，另外一条不是，就他说那怎么办呢？还是让他抑郁吧。那个快乐小狗活着最重要的还是活着，打个包又把狗寄了回去。你说这狗怎么想？狗说你遛狗呢，你是不是遛狗呢你？我是喜欢出去玩，但你不能这么玩我呀，对吧？一日游机场，无氧皆有氧。听了这么多之后，后半程彻底就骚动了，因为那些普通的旅游项目根本满足不了我了。你们理解这种心情吗？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不曾见过这个太阳。就想找刺激玩野的，后来在路边拦车，知道这个手势吗？
顺风车是吧？停下来，你往上爬就行，也不用问搭，不用给钱，搭到哪算哪啊。但是男生不太好搭，一个男生还能试试看，两个男生听我劝一句，趁早绝了这个念头，往那一站，两个男的拦车，不会有人敢停车的，因为他不太确定，让你俩搭上他的车之后，会不会还得搭上他的车？玩了1个多月，啊，说实话，去之前其实挺 emo 的。也不只是我这个眼睛状况导致的，我觉得可能生活在大城市，当代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焦虑，被那个社会始终推着往前走。啊，22岁得本科毕业，啊，不弄个研究生你找什么工作，是吧？大学没考上是不是只能送外卖？考上大学学个哲学是不是还是送外卖？就永远在焦虑，在比较。但是你去玩一圈之后你就知道了。什么工作、编制、学历、户口，这些狗屁玩意儿，去你的吧！一路上见到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有工作的，人家玩的可开心了。我觉得高原反应可能就是上了高原才能反应过来。就城市里那些生活是不是每个人的必须选择、唯一选择？不一定。我在那吸氧的时候就在那想，就一边吸氧一边想，就吸氧想，吸氧想，就在那想。人家根本就没有工作，玩得这么开心。我说会不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没有工作呢？一下就想通了，是吧？就心态就彻底放平了，就可以回家接着找工作。大家好，我是黑灯。有修电梯这个钱不把路修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反正最后一期了嘛，随便说了就，对吧？播也播到现在了，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怎么跳出呢？对不对？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跳，好吧？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撑杆跳，对吧？老是盲人视角，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就。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大家还是不了解，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平时根本没有注意过啊。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啊，其实就是摆设。给你们举个例子，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纹，有人见过吗？没有。见过的鼓个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可能不到1/5。你想想看，盲人怎么能摸到它？你们都没见过，盲人要摸到它得多好的眼睛，你想想看。OK， 就算能摸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写的是啥？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他统计了40几个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分2种。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一摸有字，哎呦，小心台阶。可是你没发现台阶，你是摔到那个扶手上，哎呦，小心台阶。你写小心台阶跟写了扶手2个字有什么区别？一摸扶手，一摸铁的。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就看哪头，这头是向上，这头是向下。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你往前摸一下呀，向上呀，这是。就没什么用，啊，就是个摆设，给你们看的，能理解吗？你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纹点点，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哦，就拍个照，发个小红书，哇，这个设计师天才，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发个小红书啊，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啊？点进去啊，瞎子在用。我不是，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你改一改，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没什么人摸到嘛，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改成吉祥话。摸到了开心一天。一摸恭喜你摸到我了，你最棒。老前途一片光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他就会愿意去摸，会给他惊喜，给他欢乐，他会去摸一摸，就摸一下，写的是什么？我在人民广场9号口很想你。
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应该都见过，那个也是在地铁里盲道，这个见过吧？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没有规律，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2排屏蔽门嘛，2条盲道，唰，几百米，不知道要去哪儿。从头铺到尾，你干啥？铺到车头干啥？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还有那种铺到头的给连起来了，盲道闭环了，瞎子在里面能玩1天。你要这么铺，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知道你不太出门，出来一趟多锻炼。也有动过脑子的。我7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碰到了一个站台，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下到站台，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你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忘词了。看不了提词器，让我想一会儿哈。他没有提词器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本来前面有个商务，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轮椅。哦，为什么？哦，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轮椅去哪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聋子、瞎子、瘸子、傻子，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谁给瞎子让座？就轮椅有个座算是。说你们别看了，别看了，我不坐了，你坐吧。我虽然一条腿，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你坐吧，你坐。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就解决问题，他就这么粗暴，哇，太粗暴。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你们也接受不了。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你们肯定接受不了。看不见的叫盲人，看得见的叫贱人。接受吗，贱人们？接受吗？不能这样，你得具体分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我说盲道修成这样，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当时只是开玩笑，回去想了一想，有道理，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他们是用户呀，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是用户。再修不好，也不能怪别人了，是吧？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11左右，看到一个热搜，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瞎滑。脱口秀完蛋了，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笑成这样，是吧？当然，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对吧？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我们弄一个机构，啊，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所以名字叫普联，普通人联合会，只招残疾人。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是会铺的慢一些，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修好了你又不走，你着什么急呢你？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招一些聋人，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
让盲人监督他们。这个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都不会闹矛盾。你想想看哈，架都吵不起来。我可以当着面骂他，我说你是不是聋啊？说了10几遍了还这样。要是经常会读唇语，我就戴口罩。我说你是不是聋啊？我说了10几遍了。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骂3天3夜，骂到3更半夜，骂出腱鞘炎。盲人心如止水。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只能比这个手势，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决赛还是有点紧张，能看出来，对吧？我刚才还担心呢，我说哎呦，都是强手如云，比什么呢？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我说那就不怕了。什么小鹿小罗，你就往后挪一挪吧，你就。什么富航刘洋凉凉就是。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肯定要弄个碑，刻个碑文，就刻盲文。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对不对？也考虑到了，所以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2维码。要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应该是能破译了。手机掏出来一扫，滴就2个字：石碑。我讲到这，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何登。很高兴啊，一直比到这一轮啊，还是讲这些东西啊，我也得感谢一下教主。我真的不是要挂他什么的，就是我最早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其实也写什么租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段子。然后有一次听了教主的播客，他说我要有这个病，我先写他2个专场，所以我写了好多这个东西啊。而且我觉得也感谢大家吧，大家能听进去，不会烦我。我身份也特殊一些，我以前能看见，现在变成了一个盲人。我感觉我现在就站在那根线上，就一脚跨一边，一个擦边，你知道吧？这个黑暗、光明沟通2界的使者，一个阴阳人，一个老阴阳人啊。接着阴阳哈，其实啊，之前就上过一次综艺，上了之后呢，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各种奇奇怪怪的，你都想不到。哇，问的最多一条说你能看见留言吗？这是最多的一条。最奇怪一条说你上厕所怎么判断擦干净了没有？你管我怎么判断呢？我自然有我的判断，也没人过来判断一下我的判断呀，对不对？我完全不会觉得冒犯，我很清楚，大家生活中没怎么见过盲人，不可能说你头30年人生没见过，今天第一次碰上一个，你就天然的掌握好这个尺度，边界在哪里，什么话能讲，什么不要，不会的，你没有接触过，没有练习过，不要紧张，没有任何谴责你们的意思，因为沟通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光你们不知道，盲人也不知道怎么跟普通人打交道，你想想看，你没有见过盲人，盲人更没有见过你。有8700万残障人士，16个人里面就有1个，有概念吗？上学的时候每个班上得有3个，没见过吧？因为从小就处于一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特殊学校、盲校、聋哑学校，还有一些城市的盲校叫启明学校。我能理解你是一种美好的祝愿，但是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对不对？你说我开个肿瘤医院，我敢叫长寿医院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对盲人的了解可能都没有对恐龙的多。盲道其实就吐槽过几次，有个朋友问我，他说：“哎，你骂了好几年了，怎么一直骂他？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你自己不会用？你是半路才瞎的，你都没上过启明学校。”他觉得跟着他就能导航去左边去哪，右边去，你没有这个概念吗？你们还在吗？
不要这么沉重，说了不会骂你们的，是吧？啊，做不到的很简单，它就两种，一种是条形的，就告诉你直走，放心的往前走，对吧？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放心的往前走，只要磕过一次，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放心的往前走。还有一种是点点，点点知道是什么吗？停。有很多朋友说是拐弯，不是的，就是停，有可能会拐弯，有可能会下楼梯，或者会出来个车撞死你什么，不知道。你踩到点点就小心哦，大概什么情况？你算一算是什么？你不是会算吗？对吧？我觉得盲道唯一还能有点用的，可能就是教育作用了，跟恐龙化石起到一样的原理。就教小朋友来，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虽然你没有见过，但是证明存在。小朋友说为什么没见过？你不着急，你到爸爸这个岁数，腰椎间盘突出，你去按摩就见到了，全是。啊，前两天有个新闻，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就是马斯克那个脑机接口的公司，开发了一个芯片，就连到大脑上就可以让盲人恢复视力。有看到过这个那个吗？啊，估计能弄出来，但过个10几年之后，没准实现了之后，所有的盲人都被治愈了，也算是消灭了盲人吧。但到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遭受的苦难啊，什么做的这些事情都会被忘掉的，因为我对人性的非常了解，就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你都灭绝了，不会有人再说你好话的。你想想看，恐龙灭绝了，现在说什么？说恐龙脑容量小。我太了解普通人了 ，AKA 贱人，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要记住这一切的话，可能还是得参考恐龙，像恐龙乐园一样，我们也盖一个盲人主题乐园。啊，你不要忘记历史，同时享受快乐。进来先把眼罩扣上。没有见过导盲犬吧？来，旋转木狗给你安排。VR 电影去过迪士尼吗？飞越地平线、禁忌之旅就那个一模一样，我们也会主题换一下，海伦凯勒的一天。一天不过瘾 Pro 版，假如失去3天光明。随便玩，花车巡游，连花都不要，瞎车巡游。一直玩到天黑，最后一个项目大家都知道，那个砰砰。烟花，传说烟花升到最高点，绽放的一瞬间，和你的爱人亲吻拥抱，就能获得永恒的爱情。没有人能在盲人院获得永恒的爱情，没有人能找到最高点。听见声音再亲就来不及了。我知道说了这么多，我一整季说的所有东西，短时间之内都很难改变。但是了解是改变的前提嘛，所以感谢脱口秀，让看得见的朋友们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见的东西，也让我也挣到一些钱吧，以后真的能用上，就花钱能治，对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不光对你，还是对我，脱口秀都算是一种启明艺术了。所以谢谢大家，谢谢脱口秀，谢谢脱口秀的观众，谢谢。嗨，大家好，我是柯灯。比了好几轮了，很多演员都说特别羡慕我身上这种松弛感，还跑过来问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完全看不出你紧张。啊，我说我也完全看不出你紧张。他说懂了，目中无人。我最放松的一次啊，就是最目中无人的一回，是在一个天桥上，踢了个乞丐的碗，完全没看见，过去咣当一脚，我俩都沉默了。他是没有料到什么人这么横。城管都不敢这样，我为化解尴尬，我赶紧跟他解释，我说那个，可能看不出来啊，是个盲人啊。他紧张了，他对不起，那我走。其实看不清呢有好处，就是减少了一些社交压力，啊，经常后台聊天，啊，不太熟都啊，说什么谁文本好，谁表演好，我就不聊，我看不上表演好的。完全看不上，演了4轮了，付航演的啥？完全不知道。以前还有人给我解说呢，坐我旁边，现在干了个啥？刚才把我一个人留在上面，对吧？后来我就这么剪，我说你怎么剪的？我啥也不知道。聊八卦还有后台，所有人都好奇，他说这个人是谁？只有我在好奇说话这个人他是谁。有一次我跟一个不太熟的演员聊了得有2分钟，才发现他是庞博。
声音也听不太出来，不太熟嘛，我就只能套他的话，获取一些线索，跟玩狼人杀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不太熟的局都应该有一个狼人杀那样的主持人 Q 流程。天黑请闭嘴，庞博请张嘴。但是其实认不出来人还问题不大，就是尴尬嘛，说错话而已啊。话可以乱说，但是东西不能乱吃。有一次后台点外卖，我刚好接了个电话，我说你们不用等我，每样给我留点就行，回来之后都吃完了，就那自己来吧，每个长点啊。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麻辣烟头。我完全理解他们，是吧？因为普通人很难想象，盲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我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每天面对的都是什么，就跟开盲盒一样。印象最深刻一次盲盒是在一个酒店一个自助早餐，多功能饮料机，你们见过没有？好多按钮。看不清吧，随便来一个，4杆牛奶、咖啡、豆浆，我偏偏精准地按中了清洁。有人喝过清洁吗？寡淡。所以很多年前看钢铁侠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我说哪一天科技进步了，我也能拥有一个这个 Jarvis， 是吧？就把我这个眼镜一戴上，我眼前看见什么东西，你一五一十告诉我，对不对？后来听说罗老师还清了债，去干 AR 眼镜，我知道我那个等的眼镜应该是完了。开玩笑的，罗老师，加油啊！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盲人也可以。在老师那个高科技眼镜出来之前呢，现在主要靠手机解决所有看不清的问题。用手机上有个软件叫屏幕朗读，用听的，我耳朵很好，大概是4倍速。知道你们没有概念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就是非常快，很难有人听出来啊。打个赌吧，谁听出来？我不是针对谁在做的，各位都是垃圾。有人听出来吗？再来一遍 ，OK， 好，慢，给他放一遍慢的吧，好不好？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个技巧叫目中无人，非常快啊！但是这么快的速度，你们能想象吗？有时候效率会非常的低。你见过评论区发哈哈哈，发一屏幕那种？手机到这儿就疯了。连续哈5分钟，他不喘气，你知道这么发的人脑子确实不太正常。你复制粘贴，他就手工敲打和啊哈哈，一屏幕哈哈哈，中间有一个啊。评论也不能刷太多，我有一阵沉迷刷评论，看看网友怎么夸我的，就搜黑灯，搜了一阵，搜几天就不搜了，因为搜出来最多的是千万不要黑灯玩手机会瞎。其实啊，很多有这种辅助功能，其实虽然每一样都还不太完善，但是配合在一起，盲人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有一次面试，我跟那个 HR 说视力不太好，放大了那个可以，他说那把公司最大的显示器给你，然后就去了那个公司。北京有个798，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公司好几面沿街的那种落地窗，游客都能进来参观。所有同事14寸笔记本，就我一个人27寸 iMac。那些游客一看就明白了，爆炸头啊，设计总监，特别怕光啊，别说这种射灯了，Word 文档一打开一片白，那个都受不了。我把颜色调反过来，黑底白字，我在那写文章啊。那个设计总监，什么总监？程序员你认不出来吗？那不是在敲代码。代码挺厉害，汉字。我讲到这，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那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
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关变差之后，其他4关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关，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它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儿，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划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吸的人坐一块儿，互相伤害，你别出来害别人，是吧？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啊，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旁边坐了个抽华子，他说，上流的味道。或者插花着做也可以，吸烟的，狐臭的，啊，6天没洗澡的，中午吃大葱的，你们互相伤害，别出来害别人，是吧？哎，你要觉得你旁边人臭的话，你先别发作，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就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1是臭，2有毒，3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粘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用，一身烟味儿。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1秒钟之后你捞出来，它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3年啊，就上厕过1次，对吧？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因为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1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1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了，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他们花钱了设计了啊。那个这么一比就是个女厕所了。你要这么一比的话，你都多余花这个钱，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也是一样的。找德伦草书，别说花钱，他给你钱，他能吧？形象一点的也有，应该都见过。烟斗、高跟鞋见过对吧？你说你要画烟斗，我不就明白了吗？女生去左边，福尔摩斯去右边，是吧？然后就上错过1次，啊！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了，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就听见2个高跟鞋走进来了。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有一个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走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啊，千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来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儿，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妇婴室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
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哎，那妇婴室真开了咋办？谁照顾谁呀，对吧？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哎，你一鼓掌我就忘词了，你说咋办？节奏挺好的本来。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好，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对不对？啊，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我都恨不得那几分钟没有呼吸了。你怎么做到在里面享受？我说你要这么吸的话，是不是嫌烟太淡了呀？混着抽劲儿大，是不是？对吧？哎，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一模一样。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这两个动作已经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了。要是不吸一点的话，完全出不来。我说是通的吗？难道啊？你听多么荒谬！条件反射，那你在外面吸的时候咋办呢？难怪餐厅都禁烟呢，我心想，是吧？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走错过，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我后来就无比注意，因为那次一出来发现是母婴室，我赶紧回头走吧，走不掉了。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嘛，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3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因为播完了嘛，有一天反馈，有个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啊，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我爸去哪儿了呀？说好了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有躲哪儿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谢谢大家，我讲到这，谢谢大家。